有些胜利不是从进球开始的，而是从一个人低头道歉开始的。小组赛阶段，梅西再一次上前反抢时，鞋钉踩到对手跟腱，对方当场倒地，裁判只吹了普通犯规，没有出牌。可赛后，梅西主动找到对手道歉，这个细节很多人可能一刷就过了，但它恰恰说明了今天这支阿根廷最重要的东西：他们想赢，非常想赢，可他们不是靠脏，不是靠混乱，不是靠失控，而是靠一种更成熟的东西：尊重比赛，尊重对手，然后用足球把命运抢回来。今天早上，阿根廷3-2逆转埃及，闯进世界杯8强。可这场比赛根本不是普通的3-2，这是一场从窒息到燃烧，从崩溃边缘到最后爆炸的逃生战。上半场，阿根廷落后1球，梅西点球进，全队信心被狠狠砸了一下。下半场，埃及再进1球，2-0。那一刻，阿根廷距离回家只剩最后20多分钟。可真正的卫冕冠军从来不是不会跌倒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。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先看全场数据，阿根廷19次射门，7次射正，预期进球大约2.8；埃及只有5次射门，2次射正，预期进球不到1.0。阿根廷控球占优，禁区触球占优，角球占优，进攻3区推进也占优，但足球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你数据再漂亮，比分不会骗人。埃及2次射正，打进2球，阿根廷狂攻半天，却一度0-2落后。这不是阿根廷没有压住埃及，而是埃及把淘汰赛踢到了极致。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和阿根廷打对攻，所以防线压得很低，中路堵得很死，边路放你传，但禁区里不给你舒服起脚。一旦抢到球，立刻往前打，不磨，不等，不多传，就是趁阿根廷压上后打你身后那一下。第15分钟，埃及先进1球，阿根廷还没有完全进入节奏，防线在一次定位球和2点球保护中出现松动，埃及球员抓住机会破门，1-0。这一球打进之后，阿根廷开始急了。你能看到德保罗在加速，你能看到恩佐更频繁前插，你能看到梅西回撤拿球的次数增加。可越急，埃及越舒服，因为埃及不怕你围攻，埃及怕的是你冷静。而上半场最伤士气的一幕是梅西点球被扑，那一刻，整个阿根廷像被按下暂停键，梅西站在12码前。这种画面，阿根廷球迷看过太多次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会是扳平比分的开始。可球被扑出去了，埃及门怒吼。埃及球员冲上去抱住他，而阿根廷球员低着头往回走。这一脚不只是没进，他打掉的是节奏，也是信心。因为当梅西都没能把球送进去，全队都会下意识想一件事：今天是不是不对了？这就是淘汰赛最可怕的心理战，是一点一点让你怀疑自己。下半场开始，阿根廷继续压上，但埃及的防线越缩越深，像一堵墙。阿根廷在外面不停敲，传中、倒三角、远射、2点球，可就是差那一下。第67分钟，埃及反击再来，阿根廷后场站位被拉开，埃及快速推进，一脚打穿身后空间，2-0。这一下几乎是死刑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因为梅西刚刚罚丢点球，因为阿根廷不是在打一场小组赛，而是在打一场输了就回家的生死战。镜头到梅西，只是低头走了几步，又抬头看向前场，那种表情太熟悉了，要开始了。真正的梅西从来不是只在顺风时闪光，他最可怕的地方是当全世界都觉得他该低头时，他还能把球要过来。第79分钟，阿根廷获得定位球，梅西站在球前，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直接射门，他很清楚埃及禁区里所有人都在防他的左脚弧线，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杀人，助跑、起球，皮球飞向禁区最难防的位置，罗梅罗冲起来了，头球破门，2-1。这一球不是普通助攻，这是一口氧气。阿根廷从快要溺水的状态里被梅西硬生生拽了上来。你会发现，现在的梅西已经不是年轻时那种一个人从中场带到禁区，把所有问题全包了的梅西。他像一个导演，不一定每次亲自完成最后一幕，但他知道该让谁出现在镜头里。罗梅罗就是这个镜头的答案。一个中卫在最需要进球的时候，成为了阿根廷的第一把刀。这就是现在阿根廷和过去最大的不同。他们不是只有梅西能救命，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，在梅西点燃火苗后，往里面再添一把柴。2-1之后，埃及开始慌了。这种慌不是站不住，而是心里知道阿根廷回来了，主动权重新被拉回来，场上的气息变了。阿根廷每一次拿球都更快，每一次逼抢都更狠，每一次倒地后都立刻爬起来。第83分钟，真正的高潮来了，梅西在禁区前沿接球，埃及后卫第一时间封住正面，第2名球员准备上抢，第3名球员往禁区里收。按理说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太多空间，可对梅西来说，空间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他自己创造的。他没有爆烫，没有连续过人，只是把球往左脚前轻轻一吊，那一下很小，小到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，
但对顶级球员来说，这一下就是生死。防守人重心被带走半步，门将视线被挡住一瞬，梅西起脚，球越过人群，转向死角，2-2。那一刻，阿根廷替补席炸了，不是因为比分扳平那么简单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梅西回来了，点球不进没关系，上半场落后没关系，下半场再丢一球还没结束，只要那个10号还站着，阿根廷就还有一口气。这也是梅西本届世界杯最恐怖的地方，他已经是本届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，不是因为他每场都像年轻时一样疯狂突破，而是他把每一次机会都变得太致命。他现在踢球少了年轻时的狂奔，却多了一种老猎人的冷静。等你露出半秒破绽，然后一口封喉，2-2之后，埃及其实已经快撑不住了。他们前面80多分钟做得太好了，防守纪律、反击效率、门将扑救，每一项都接近完美。可足球最残酷，他不奖励80分钟的完美。补时阶段，阿根廷还在压，老塔罗在右路拿球，他没有急着射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传中，恩佐从后排插上，头球，3-2，绝杀。这一刻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核心，不是梅西一个人完成奇迹，而是梅西把阿根廷从死亡线拉回来之后，队友把最后一刀补上了。这就是现在的阿根廷，他们仍然有梅西，但他们不再只是梅西。罗梅罗能进球，恩佐能绝杀，老塔罗能送出关键传中，德保罗能把中场跑成战场，麦卡利斯特能把节奏重新稳住，马丁内斯能在身后让整条防线有底气。这支球队不是11个人在等梅西发神机，而是11个人一起把梅西的神机变成胜利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以前阿根廷最容易被人说成梅西一个人的球队，梅西不进，阿根廷就没答案；梅西被锁，阿根廷就迷路。可现在斯卡洛尼打造的这套体系，已经把梅西从唯一答案变成了最高答案。不是每一道题都要自己解，但最难那一道还是由他来。队友负责跑动，负责对抗，负责补位，负责在他身边不断制造选择，而梅西负责把选择变成致命一击。这就是阿根廷现在最成熟的地方，而是用整个体系把梅西最可怕的那一下放大。这场3-2比一场5-0大胜更有价值，大胜只能证明状态好，逆转才能证明命硬。尤其是这种剧本，点球不进，上半场落后，下半场再丢，最后10分钟一助攻一进球，再由队友绝杀，这不是普通胜利，这是冠军球队在被逼到墙角后露出的牙。埃及值得尊重，他们几乎把能做的都做了，2次射正，2粒进球，低位防守，反击精准，门扑出梅西点球。如果比赛只踢78分钟，他们会是今晚最伟大的故事，但足球踢的是90分钟，而阿根廷最擅长在最后时刻改写故事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支球队依然有卫冕的可能。他们不完美，他们会慢热，会被反击打穿，会在某些时段看起来急躁，但他们有一种冠军最需要的能力，时间快走完时，只要梅西还在，只要这个体系还在，这支阿根廷就永远不能被提前宣判。接下来他们面对瑞士，那会是另一种硬仗。瑞士防守更稳，节奏更慢，纪律更强，不会轻易给你最后10分钟的混乱空间。但经过今天这场3-2，阿根廷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，他们可以被打痛，可以被拖进绝境，但只要中场哨声还没响，他们就还会继续往前扑。不是梅西一个人拯救阿根廷，而是整个阿根廷学会了如何和梅西一起拯救自己。你觉得梅西本届世界杯能拿下金靴吗？这支不再只靠一个人的阿根廷，还能不能一路卫冕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